大家好，我是张大哥。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这颗从新北市来的 W124的230C1 银色的非常漂亮的230C1的4缸分油盘编号00998的分油盘故障检测。那标准的出油量应该也要在170ml左右。那我们来看看这颗分油盘这部车子应该在1985年之前到1980年之间，到目前应该有35年到40年的年纪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分油盘，它经过这些年的使用之后，它的分油盘的堵塞状况。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那标准的出油量应该要在170ml左右那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分油盘，它的出油量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们从火星塞看到，它火星塞4颗火星塞都非常的白虽然它型号是用的是错误的，是用 HR7BC， 但是有电阻的话，并不会造成那个火星塞变得非常的白。那如果很白的话，是代表它的供油量是不足的这样很容易产生引擎的高温跟马力不足。那如果长时间使用引擎是可能受损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分油盘到底它的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是很平均。第一缸92，第二缸95，第三缸90，第三缸98，第四缸92，跟厂方要求的170，这差的相当多了。
这部车能看下来，它出油量很平均，所以肯定这部车的怠速应该还算是稳定的，只是说它的马力会不足。那供油量，因为从170左右到现在的100，差了70ml，所以造成它的火星塞，完全它瓷器的部分完全都几乎没有燃烧的现象，那是严重的稀薄燃烧。会造成马力不足，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大油道堵塞的现象，这个现象呢，怠速应该是还是稳定，但是马力是不足的，而且很容易产生高温。那等大哥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出油量的状况。我们都知道那个加热阀加热阀是提供在1985年之前，第一代的。K 系列的喷射系统的冷车加浓功能所使用的加热阀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它的冷车的压力到底是多少目前我们看到是它的系统压力因为引擎还没有发动，还没有供电。OK 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大概在1.1公斤左右目前是还没有供油现在的压力大概在1公斤左右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颗 W123的230 CE 的加热阀经大哥整修调教过之后，它的热车的压力到底是多少？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插头是插着，代表引擎是在发动当中。好。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的压力热车压力大概在3.8左右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压力它是借由冷车的低压到热车的高压这个压力差来产生冷车加浓的效果。这颗编号00998的4缸分油盘，从新北市来的，很漂亮的银色 W123的230 CE这颗4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因为大油道堵塞，造成所有的4缸的出油量都落在90到100之间。那跟厂方要求的170那落差就相当大，都已经快到一半了所以从火星塞上面我们看得出来，它是完全全部都偏白代表它是稀薄燃烧，供油不足这很容易产生引擎高温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来看看它的出油量的状况是不是能够达到厂方的要求。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这部 W123的车子都一定会超过35年，一般来讲是35年到40年之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使用，里程可能都会落在20万到30万之间，这过程当中可能加了几万公升的汽油，汽油中的胶质它会残留下来，其他部分都挥发掉了，加油站的沙子跟油箱铁锈会造成我们的供油系统的污染，经过30多年的污染之后呢，我们再整修一次，理论上不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吧。好 ，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90，第二缸175，第三缸175，第四缸180。
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大概应该也在3%到5%之间哦，算是成绩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新北市来的 W123银色的2307的4缸分油盘，编号00998的完修后第2阶段的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那这个阶段的测试是在测试我们的怠速的稳定性。那看它的供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啊？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从新北市来的 W123的230C1的4缸分油盘，编号00998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1缸210，第2缸210，第3缸208，第4缸20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的误差在3%以内，成绩算相当优秀的。我们可以期待这颗分油盘装到车上的引擎测试，怠速应该是相当稳定的。那我们期待引擎测试吧。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